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们都知道，中国跟俄国都有网络长城。你看到俄罗斯现在已经把它变成民不聊生的阶段，它很多的一些设施都因为不用 VPN 全部倒掉了。但是现在连开车你开车在路上也要去查你有没有 VPN， 甚至我们昨天也讲过，中国已经夸张到什么程度？你只是用 IG， 你竟然被抓到警察局去问话，甚至你连工作都没了。但最夸张的是什么？不够，还不够。你看到这一张公文，这张公文写什么？他说我们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维理想理论的研讨会函。为什么这么重要？一定要把这个网络强国把它紧紧抓在这里呢？今天答案终于揭晓了。我们之前才在节目上跟大家讲过，有骇客骇入了天津的超算中心，竟然把10PB 这么大的资料给偷走。今天 CNN 给我们一个答案。原来这名骇客他是怎么偷的呢？他就是用 VPN 的方式进去的，而且10PB 这么大，答案是一夕间吗？也完全没有，他竟然是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5个月、6个月。6个月的时间，他用僵尸账号、僵尸的方式寄生在那上面，完全没有人发现。神不知鬼不觉之下，一步步把资料全部都搬走了。而搬走之后，现在他也把最新的资料给放了出来，他竟然拿到了是中国研发的隐形飞机的参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密。当我今天知道这机密的时候，我未来我就知道怎么样去对付你，甚至还有你的无人战斗机的航空器，现在全部都解密出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继续缩紧，俄国要继续缩紧，因为现在这个资料出来之后，透过 VPN 的方式，他们才知道真的出大事了，钟哥。所以也难怪为什么这几天一直在讲，他们很怪啊。我只是用 IG。我就被抓，我就被 fire 了，甚至我在拍卖的这个所谓的拍卖的 app 上面，我只是说哦，在其他地方可以买到，我在国外的网站可以看到，我也被人家抓了。对，原来超算中心就是骇客用 VPN 进去，把资料6个月慢慢偷走的。没错，最近一段时间来说，中国跟俄罗斯2个国家都在防止人民用 VPN 翻墙过去外面。尤其是你看中国这个，你看这个所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所以他们是要加强网络的管理的部分。大家想说，你为什么要加强这么多的这个网络管理的这个力道呢？原因很简单，我们之前不是讲到吗？有人在暗网上面来说贩卖这个解放军10PB 的这个资料啊，他就说价高者得，对，而且他还说我公布一些资料给你们看。当时我们就说，哎呦，他怎么拿到？因为他害进来的话是天津的这个超算中心，而且害到这个之后是全国我都看得到了。对，那原本我们还曾经说过，不是骇客，可能是里面有人把这个档案抠出来，因为不可能抠那么多资料，这么大，你要抠那么久，抠不出来。好，那时候没有人知道，那 CNN 呢，于是呢，他们就去透过这个网络上去找到了，他说他是这个骇客之一的人。他就跟你说：“哎呀，我们什么，我们去那边内贼，不是，我们是骇客。”他说：“我们真的是害进去，我们用 VPN 翻墙翻到中国去之后呢，我们用所谓僵尸网络的方式寄生在他的网络里面。然后其实在网络里面来说，就从这个天津超算中心的这个系统里面，不断的把资料慢慢的提纯出来，慢慢运。对，搬了非常久，因为我一口气搬太多资料，你会发现，我慢慢搬，日积月累的搬了10PB出来。这是中国研发了 CHN-1的隐形飞机的这个参数。他说，我们这次就公布给你看啦，还有新公布一批啊，包括说研究美国 X-47B 无人战斗机一大堆东西，他这次就全部公布给你看。所以看起来的话，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资料准备在暗网公布出来了。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最可怕的事情是，第一个，他是用 VPN 进去；第二个，竟然花了6个月的时间，神不知鬼不觉把秘密全部都拿走；第三个是什么？我们拿到这些资料，其实坦白讲，我们看不懂，但他埋一个伏笔下来。他说，这个资料对其他的国家的专业人士来说，对，那可是机密中的机密。当然了，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之前不是曾经揭露过说啊，风洞的资料一大堆，那个我们看不懂，但是专业人士他就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好，那这是 CNN 的报道，CNN 的报道，他就因为原本就已经有这个消息，但是他一直去不断的找人，他跟涉嫌骇客交谈，还有审查他在网络上这个被盗资料样本的专家表示说，他们似乎相对轻松进入了这台大型的计算机，而且在几个月里面。
面窃取了大量资料而未被发现。他好坏，相对轻松，对，简单呐，他太好突破了。对，没错。好，那我们就讲他怎么突破呢？他说他们透过这个记者透过 Telegram 联系到一名自称是实施这次骇客攻击的人。他说他们透过一个被攻破了 VPN 网域，获得了天津超算中心的存取曲线。也就是说有一个 VPN， 那可以让我进去这个天津超算中心的这个存取的这个权限的这个地方，然后他部署了一个僵尸网络叫 Botnet， 也就是说他自己跟他的网络形成一个网络在那个地方，他寄生在这个他们的网络里面，然后就自动不断的进入 NSCC 的系统里面，不断的下载，然后存取非常的资料，然后存取10 PB 的数据，耗费到6个月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就一直不断的这样，他就说呢，他透过 NSCC 的这个安全漏洞，他提存资料的时候，可以在这个伺服器里面囤，也可以在那个伺服器里面存，然后可以在那个伺服器，可以跳到不同伺服器去把他所有的资料搜刮得一干二净。然后因为我如果一口气download太多资料，你会发现，所以他就每个伺服器一点点，然后订过6个月之后，后来就完全把这些资料 copy 出来了。好，那我们看到这是另外一个他们展示的目标，他们展示目标是要杀伤力，就是说你看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武器啊，怎么去毁坏的一个状况。他说这些资料都是2024、2025，他说网络上现在都2024、25年哦，但是问他说有没有更新的，他说还有更新的，所以显见还有今年的资讯慢慢的流出来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流出来的资料是什么东西，我们给大家看这个什么海马式。对，我们之前不是有听说他们在打海马式吗？上一次海马式它模拟什么？它模拟驾驶舱，对，模拟驾驶舱打驾驶舱啊。它这次不是哦，你看这次他把海马式的车轮啊，它拆解了，对，把它拆解之后，你看他就说我们这次要打的是它的这个车厢的部分。另外第二部分是什么？我们之前不是有说过吗？他在打这个航空母舰的舰桥的部分，对不对？那这个部分来说，他也是在打，他在打什么？他在打一般的商用船。商用船来说，你看他就说，我们如果来一个这个飞弹或者来一个什么武器来说，从这边给你贯穿进去，贯穿进去的时候有什么样一个状况？你看他就把你模拟出来，贯穿进去之后，侧面的影响的这个状况，他们就说。他就说这个骇客就说，我相信全球有很多政府对这些数据感到兴趣，但其中所谓感兴趣的政府可能已经掌握了这些数据。所以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有人拿到手了。他讲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们不是说他们是透过有 VPN， 然后去那个网络去读取，搞不好那个 VPN 被破解那个东西就是哪个国家已经动手了嘛，所以才有可能是这个样一个状况啊。所以你看，然后他这庞大的数据。搞不好他们只是把它公布出来那个人，对，搞不好还有人拿到那一份的不单单只是他们，或许大家早就拿到，就是那个 VPN 的那个入口，全部人都往那个入口进去了。他就说他是透过那个 VPN 已经被破解嘛，所以呢已经有人破解了嘛，就在那个地方。好，那个地方那是谁破解的？最原始是谁？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好，那它里面还有很多资料，我跟他讲，它里面就曝光这个资料。这资料是什么东西呢？这如果你仔细看图，它这是个地形图。你看这边有山脉，对不对？这边是这个北京旁边的太行山脉，然后这是北京市。它里面跟你讲它是雷达，对，所以这看起来好像是某个雷达，它的这个侦测范围是这样子的范围，这个高度是1000，对，然后很多不同的高度，然后量是多少，它跟你讲得非常清楚。那这是什么雷达？我们不知道。有可能是什么军用雷达还是商用雷达，我们不知道这个参数，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士，我们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专业人士或许一看就会看得出来。好，那这是什么？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把它放大。好，北京在这边，然后这就是这一块雷达所在的位置，里面揭露了非常多我们不清楚的这个事情。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他还揭露了什么呢？我们他还研究美国的 B-21的轰炸机。你看等于他就说，针对21，他就怎么设计，你怎么优化，怎么状况，我们把它设计得非常清楚。还有另外一个是被美国目前为止已经没有在研发了 B-47X47B 的这个无人机，对，他把你研究得非常清楚。你看这里面有非常多档案是在研究中国，都是美国对美国的它的怎么空气力学是怎么样啊？然后你的材料怎么设计，怎么样？然后有 B-21的怎么样？我们要怎么优化好？所以最后有一个版本，就人家看到了，他们就是 CHNF1， 它就是中国已经验证之后的各式各样的参数。他就说包含验证啊，还有机身的融合等等，他把真实的这个实体模型的形式存在中国航太科技的研究人员的手上，所以它不是只有这张图，它还有真实的这个照片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等于是中国已经在研发所谓的超高音速，或者说类似是无人载具的这个部分，他们已经有把它弄出来。你看它的设计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资料是很关键的，很关键的。就像画面中的这个，他说我比美国还要强，结果对啊，现在怎么样？美国拿到了。对啊，我们节目都曝光了，美国怎么可能没有拿到？对啊，所以我就想。暗网都在卖的话，美国政府搞不好就早就拿到，所以你看它的整个设计都被曝光的非常清楚哈。那除了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曝光之外，我们就讲中国的网络真的非常脆弱。你看我们在节目上一直讲，这个美国不是就说吗？你那些什么核弹装置还用的是旧的 Windows 系统，这个太好破解了嘛哈。那我们就讲，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有很多资料被卖。你看这是什么？2022年。对，这是什么？这是中国大量10亿人的网络公民的这个大量的讯息哦，包括什么姓名、地址、出生地、公民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所有犯罪的这个细节等等，你看就有那么多。你看哦，这些都是中文字哦，我还可以念哦。来，你往前面来，广东省中山市正明城东路9号美城创新工业园。F.901，对，还有再往下什么安徽省黄山市888一大堆什么大道1号皇冠假日酒店，对，写得一清二楚，而且这是什么？这是 TB 而已，对，刚刚被害的 PB， 那是 PB， 那更可怕了。对，因为它只是一个资料库，那个 PB 为什么那么多？因为它很多是 data。还有图片资料，还有影片等等一大堆，所以你看这完全都是泄露出来的一些资料。所以显然中国的网络真的是网络安全真的是相当令人担心。所以中国其实他们也出了一本书《新时代的这个中国的国家安全》，里面他讲以确保关键资讯的基础建设的安全性还有可靠性，就是他们需要网络建设啦，对，建设的更加安全。可是问题是，你的网络安全就是不行。那我们讲最近呢，中国在养什么呢？中国最流行在养龙虾。好，现在养龙虾也很夸张。你看他们现在用出这种这种眼镜，这种眼镜就类似像 Meta 之前推出跟 Ray-Ban 合作的那个所谓眼镜，然后可以 AI 的处理这样。那你看，你用这个来说 AI Assistant， 它可以做成是怎样？我可以用这个 AI 的这个眼镜呢，我就可以登录 Open Cloud， 然后我可以去养龙虾的一个状况。不是，这也太可怕！我们之前在节目上 Open Cloud 已经多少骇客都已经害到里面去了。对，没错。结果你眼镜还导入了这件事情，那你骇客不就是可以从眼镜上看到更多的事情吗？当然了，这也难怪为什么来，我们回到这一章。为什么4月16号要去开会？对，你资料都在裸奔了，都给全世界看了。没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他们导入这个其实观念是好的，因为你可以随时随地的用这个 Open Cloud， 我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但是无形之中，你可能泄露更多资料。对，比如说，有一个人，假设有一个人他走进中南海之后，他戴了这个眼镜，戴了这个眼镜的时候，他这个资料就有可能会外泄出去，因为你跟 Open Cloud 互相连接。Open Cloud 里面来说，现在不是很多骇客害进你的 Open Cloud 里面来说，他可以挡你，他甚至可以化身是你这只眼镜的管理者，那你就有非常多资料就会外泄出来。所以你知道，事实上骇客可以读取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资料，所以我们就讲，因为 Open Cloud 有太多漏洞的时候，所以也就是说，反正我不知道，我不管你有没有授权给我，我就可以拿到你的相关的使用权之后，哪有这样子干的？他就是这样子啊，因为骇客绝对可以进来啊，因为 Open Cloud 目前为止它的安全性就是出了很大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不是讲吗？难怪中国会说那是国安事件、国安的问题在上面。对，也就是说，它目前为止的安全性很大问题的。但是问题，中国已经开始养成一通了。养成一通的时候，反而是怎样？反而会出现非常多漏洞。那这些漏洞就会给这个骇客有一个攻击的空间。不论是他攻击你的这个龙虾，或是攻击你的这个设施本尊，反正他可以打到获得非常多的这个权限，甚至获得管理员的权限之后，把你的资料完全清空。或者看光光都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既然可以当管理员，也太离谱了。对，所以这是为什么？就如同赵和说了，为什么要管制你的 VPN？ 如果你这样的话，哇，骇客就可以透过这个 VPN 进来攻击你，你拿到的档案会越来越多的。对，好，所以我就讲嘛，所以为什么中国网信办就这样最近要开这个会议啊？你看4月8号。中央这个网信办召开全国网络的法治工作会议啊，然后涉嫌外网络的法治建设，持续完善网络法律的这个规范体系，然后夯实所谓的网络执法工作程序，做好网络执法的这个监督。所以你看，它很多项都是一直在加强。这边4月7号一个，这边4月16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对，一直不断的这是预定的，要赶快来把我们把中国的它本身的这个所谓网络的安全把它夯实。
所以他开了那么多会，就是说，我们前存在太多弱点，我们一定要赶快把这些弱点都破坏，就把它毒死了，毒死起来。好，所以这是中国的这个状况。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讲的俄罗斯。俄罗斯似乎最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你看，这是俄罗斯的一个这个司机，他在开车的时候没多久，就是说，你看，那就警察就来了，警察就来了，我们要查你的手机哦，请你交出你的手机，我们来看看后你有没有违法的连结，还有违法的 VPN 的一个状况。他就说然后他们就查到说，你其实有义务哦，你不要耍赖这样一个状况哦。然后他就说，他记一下他手机的这个 IMEI 是什么呢？IMEI 就是你手机一个特别的码，对。就是这个是专属你手机的这个识别嘛，他把它记下来，记下来什么意思呢？我要记，如果以后真的有出现，真的假设你有这个你翻墙用这种 IG 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是你，我就知道是你，我就可以去抓你了。就这样，所以你要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打太凶了。他甚至跟他讲说，其实你有义务别耍滑头，对，没错，明白吗？对你给我这么狠的，好好的配合，你不要在那边乱搞这样一个状况，这样一个情形哈。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目前为止，你看。今年来说，俄罗斯一直不断的在阻止 VPN。你知道，从今年初到现在为止来说，俄罗斯这个通讯监管机构已经累积对封锁400款 VPN 的服务了。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让你翻，或者不让你弄？因为未来搞不好很多外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进来。所以今天中国跟俄国根本就是难兄难弟组合，恐怕是中国先发现，是跟俄罗斯说，你的 VPN 真的不要用，你要注意，我已经都被偷光了啦。所以我就说嘛，现在中俄两个国家才发现说，糟糕，我们搞不好我们都一直在害这个美国，想要害美国的这个资料要去，就没想到。原本我们的资料就已经在美国面前完全被看光光，我们根本毫无设防的一个状况。所以跟你讲，现在要赶快把这个漏洞堵起来，否则对中国跟俄罗斯来说的话，未来的机密恐怕都不是机密。文哥，我们刚刚讲，对于中国来说，资料非常重要，但更重要是什么？是钱。你看，今天我们都认识赵长鹏，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币安人生》。这本书里面太有趣了，它里面讲到说，为什么中国可以把那些海外的那些人全部都抓了回来，逃了非常非常久哦，然后贪了非常多的钱哦，为什么可以抓回来？原来都跟虚拟币都有关系，而且为什么说虚拟币？你看到现在中国在把钱要回来的这力道也在加大中。你看到他们有推出叫做天网2026，深化“一带一路”的连结建设，来各项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所以这一些靠“一带一路”发大财去贪污的这些人，一个都别想跑了。现在中国不只是路上有天眼系统，网上有网络管理人员，现在连金融系统或者是虚拟货币都有链上的天眼。他敢讲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已经建立一套系统，是可以跨国在区块链或者是虚拟币的交易上，有很多交易所都跟他合作，可以跨国去追到那些钱，而且很多钱其实透过“一带一路”，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变成是烂尾人工程的话，一大堆债务其实是中国很多贪腐的人把钱搬出去嘛。造成中国很严重的亏空，所以我们经常在讲的非常多，也举不完。对，现在他总算要宣布说，我已经完成的天眼系统，我要开始追这些人，甚至习近平自己在指示这件事情，要保持高压震慑。严查跨境腐败案件，而且一定要集中力量攻坚100名红通人员。近年来增加非常多外逃案件，一定要把他们抓完，断绝其后路，绝其幻想。而且它里面还特别提到加大追赃，完损力度，要把他这个损失给他拿回来。那他现在拿一个案子让人家毛骨悚然，中国已经建立到很多很厉害的技术哦，这个人叫周晋华，可是他逃到泰国的时候，其实是2012年，他被抓的时候是2025年，他已经逃了13年，甚至他逃走的时候，逃到泰国的时候，已经变成是泰国人，还换了泰国名字，钱也都洗干净了。怎么找到的？对，怎么找到了？他等于是抓到他的金流，知道他的账户，而且把人在哪里完全找到，所以他是12年的时候，代表云南同业公司去做“一带一路”建设，去那边发展房地产，顺便把钱污在那里。那用这个案例，他想要告诉什么？这是一个技术范本，是什么技术范本？我可以用这个东西先针对亚洲地区啊，这也要特别强调亚洲地区的红通人员。所以提醒大家哦，
如果你身边有中国的贪官、中国的贪污人，包括台湾也躲很多，我知道哦，很多像阳明山的旁边有个小平林也躲了一大堆，甚至乌来那边都有这些贪官。只要亚洲地区，甚至新加坡这些国家都有可能被抓到。当然，如果逃到美国了，可能还相对比较安全，因为它目标叫亚洲地区清零。那技术什么建立的？赵长鹏这本书真的讲出一段精彩的故事，讲出当初他跟中国，因为中国现在看到这本书才发现，中国的区块链或虚拟货币竟然分裂成两股势力，对，一个是逃到美国去，干脆把这些交易所全部都拿到美国了，拿到美国，搬到东京这些地方；一个是加入了中国队，那所以。他介入一个人叫徐明星，现在他被中国称为区块链的教父。那他们两个恩怨再度掀出来，说，他讲的徐明星就骂他说还真捏造事实，但是赵长鹏就讲说，用台语讲耀北啊就是他，不知道徐明星就是徐明星，中国队的耀北啊就是他。而且你看哦，有一段话还蛮精彩的，就证明说中国技术是这样发展出来。这是去年的10月哦，那时候徐明星真的讲得很大胆，因为在中国讲区块链技术，代表中国是默许他嘛，而且他甚至讲哦，怎么托管不合不规，但是这个我们先不讨论。但是重点是我们已经有许多先进的链上监控技术，可以帮助加密公司，当然也可以帮助中国政府执行反洗钱任务，甚至比传统金融机构做得更好。我们可以监控数据，甚至用 AI 跟大数据捕捉交易上的信息，所以这就叫链上天眼系统，就跟中国马路上现在很多监控系统是一样的。所以这一本书揭露另外一件事情：中国分成了两派，中国正要怎样跨海大追凶啊，要把红名单全部抓回来。所以名单这里通通危险，整本回路很多，但是他就开始揭开徐明星跟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变成中国怎么去吸纳所谓的区块链或者是虚拟币的人。2020年的10月，那时候疫情很严重，大家要逃不掉，我们要飞机都没开。你回想那段日子，中国就开始对虚拟币的人动手，因为每个人都在定点嘛，不好都被封控嘛。徐明星是10月被抓的，他的 OK Coin 就马上就被封。可是过没多久，他能放出来了，他也恢复交易了。可是他身边的朋友就倒霉了，一个叫李玲的，他就火币交易所的创办人，他是隔了12天他被抓，还被抓的时候，警方就扣留他，结果他的币后来交易所就被封住，他就跑去跟赵长鹏说，我这个交易所卖给你好了，我也不想经营下去了。赵长鹏不敢买下来，他就婉拒他，然后最后这个李玲就把他卖给买香蕉那个孙宇晨。好，到了25年的时候，李玲才告诉他，当初他有一个截图是徐明星跟中国警方检举他，才导致李玲被抓的，等于先抓徐明星，一个咬一个，一个把一个咬出来。徐明星出卖了李玲，对，他到最后才发现，所以只有徐明星全身而退。所以我们不仅看到一件事情是，中国不是把这些区块链人赶出去或交易所的人赶出去，而是中国开始在学着怎么把钱抓到。你看中国逃了那么多钱，他每天魂牵梦萦都是把钱抓回来，所以到年底的时候就开始有些用户的资料就被露出来，马上跑去找赵长鹏，他已经逃走了，马上说，把30%的钱，这个某某用户30%的钱找出来，你怎么知道某某用户有钱，而且30%的钱，所以他就拒绝给他，因为我给了你30%，代表他还为了继续要嘛。接下来马上有大国，他现在都讲大国，小镇的警察找上门，说他的同事把公款给亏空了，原来有公款被他的同事拿去炒币，然后亏空了，要赵长鹏把钱还回来。这里就看到一个点。中国有一大堆人炒币，这些警察竟然也知道，甚至有一次大国警方又上门了，要冻结一个逃到海外的人的账户这个厉害就厉害了，他已经一步一步进步了，到22年了，他已经进步说他连海外也抓到了，帮我追回来，要冻结他。那最后币安选择是，我还是先检查这个账户是有一度把这个账户关闭，所以这个人还化身网民，一直在骂币安，当然币安最后解除了。可是这一连串事件代表什么？中国从2020年22年底到22年，其实它一步一步的建立所谓的虚拟币的天眼系统。所以赵长鹏最后选什么？他就是脚底抹油。所以整段故事也很精彩，也看到说，中国残忍的那一面。所以我们今天回想到中国做生意，虽然看起来很好赚钱，他一开始在中国上海做得很好，然后做得很好之后，他发现中国政府开始要查交易所，不准在比特币交易的时候，那时候是2017年，那他
以为他的伺服器转机嘛，本来是在上海，要转移到海外，他要花1个小时就好，结果转了8个小时。到了9月3号半夜的时候，你知道吗？半夜12点，知道说隔天9月4号中国政府要动手了，半夜集合所有的员工，你知道吗？主要干部，然后半夜是半夜哦，同时都是当天凌晨。其中有一个叫何一，他妈妈跟他搬到上海不到1个月，脊椎还有尾椎有伤，本来要连夜把妈妈带走，结果只好把他妈妈叫醒，说：“我这一趟走，我要去东京，但是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不知道。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等于好像连夜要逃亡。”林觉民与妻结别书，还有一个更好的人叫陈海娜的，他还没有日本签证，他们第一站是去日本。结果还先转泰国，然后半夜凌晨2点跟她老公说：“我6点就要走，4个小时。”还有小孩就把老公跟小孩先留在中国，连夜跑到当天一早跑到日本，甚至手机的信卡到了飞机还马上抽掉丢掉，怕什么？怕被跟踪。这个真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是这样逃出中国了，所以9月4号果然中国开始动手，他人已经逃到日本了。当然一度被邀回来说，我对你们关心啊。结果赵长鹏其实下定决心就要逃离中国，然后做了一件事情，把钱退掉。那时候中国要求政府，如果你有投资交易所或者教育操作，你要把钱退掉。所以那时候他算一算，有600万要退还给中国用户。他账上的现金其实才1500万美金，退了他就现金就会不够，而且那时候还亏钱。结果他还是遵守约定，钱退了，那中国人相信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很多客户反而相信，你坚决离开中国，你才是对的，所以反而客户大量增加，一下子本来是35000人，一下子变成12万人。他人到日本之后，中国还是有官方透过人来跟他约谈，说你可不可以回来解释一下，报告一下。所以他9月4号飞到日本之后，马上又搭着飞机回到上海，中国就有2个官员来约谈他，跟他聊。当然，他的那时候态度没有非常的恶劣，他只是在关心一下区块链啊或比特币这些发展的技术啊，所以他就跟他跟他聊。不过聊完之后，他其实心里面还是非常的害怕跟不相信，他就决定团队还是要全部离开中国，因为也看到这件事情嘛，退了钱之后反而更多人愿意跟着他嘛，所以他坚决离开中国。其中还有一个姑娘是什么年轻的女生说，你们全部都要搬到日本，我的男朋友还在，但是他决定还是跟着去日本东京去发展嘛，因为他决定要为工作献身。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还是结婚了，也证明当年离开中国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这样才拥有自由。跟他讲一下，有自由的钱才是重要的。宇轩，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现在他们要把这个海外钱直接追回来，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几个字。一带一路的连结建设，他说要新设一个叫做境外国资工作局，还要把这些境外这些钱怎么欠薪的，你怎么搞的，我通通给你拿回来。照我们讲非常讽刺，为什么？因为中国在非常多的宣传片里面不断的强调说，我们如何去建设其他国家，我们如何把其他国家打造成现代化都市，但是背后都是中国劳工的血迹斑斑。结果现在呢，国务院跟你讲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境外国资工作局，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呢？因为我跟各位报告，他们所有的境外投资，第一很多都是由中企，第二呢都叫做层层剥削，也就是我上面发了100亿，但是呢你最后的劳工往往是在层层一层，可能过了10手之后，你才有拿到那个薪资，但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常常薪资拿不到，还会欠薪的。对，你看哦，这是中国的电建，来，你仔细看哦，全部这个都是中央的单位，也就是都是中社，也不是说什么民间企业哦。跟你讲说呢，很多的新人在哪里？在伊拉克这边，他们给你罢工，为什么？因为一欠，我工程都已经盖完了，建设都已经盖完了，然后欠了半年。欠了1年，薪水都还没发下来。那你看哦，这个中交一航局，这个是我们讲里面的万恶中的万恶。他在哪里呢？在几内亚那边跟你讲说，我们要盖一个港口。结果他说，工人表示欠薪是名为金太阳的劳务公司。换言之，明明这是中交一航局，但是最后面发到下游变成金太阳，然后半年没发薪资。我跟各位报告，不用看了，因为太阳变夕阳了，这个薪水是不会下来的，钱都被 OC 走了。宇轩，我真的觉得这越看越觉得奇怪，这几个欠薪案不是说那种小的哦，都是大额的。你看到这是2026 1月15号，吉尔吉斯的投资额达到多少？3亿美金，台币95亿台币，奥石新城的3号地块，这随便一个都快要破100亿了。
所以代表说理论上来讲，这个东西哦，应该发薪水不是难怪这么多人那边吵架，把我薪水吐出来，对在那边推挤。你看哦，当地的工人，大概我们讲的数以百计哦，直接去指控说中国的这个木工老板拖欠。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越来越奇怪？这边是劳务公司啊，这边又是木工，因为你今天要盖成一个非常大型的工人的时候，它一定是各个部门，比如说有些做木工，有些做水电，有些做建筑，有些做拿马控的，各自都有各自的单位。但是越多这种单位呢，它越会干嘛？上下其手。甚至中国还想一个办法说，我们来搞电子钱包、电子汇兑，但最后还是失败，因为照样给你欠。我们现在举刚刚讲的这个中教义工局，他们在科威特呢做了我们讲案例，是叫做劣迹斑斑。你可以看到非常多人呢在基线在这边罢工啦，而且你看哦，不是中国人哦，有什么？有中国，有尼泊尔，有印度，各个国家的人全部被欠薪激励罢工。那罢工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中交义工局在整个科威特这边大概也有100亿台币左右的案子，其中包括住宅。包括什么铁路，包括什么，包括港口，结果没有想到呢，全部都欠薪就算了，而且更离奇是什么？从业人员1.3万人哦，这1.3万人，很多人大概超过半数，薪水都拿不到，就连他们公布的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哈，大概1700户左右的这种房子案件案，这是在科威特这种很大的住房项目盖的这么美的，他们全部都偷杜拜的。假的，假的。那你“一带一路”那些钱嘞？就是到底实际上盖出来是什么不知道，宣传片也是假的，到底实际上的项目它的数量100亿台币哎，对，所以它很多东西都是造假。这造假搞不好因为你工人稀里糊涂的1万多人，大家自己在弄什么也不知道，最后面搞不好弄一弄呢，上游承包商说跟你答应要做1万户，最后只做100户，然后呢，搞不好这些工人的薪水也全部都欠在口袋里面去。你看哦，2019年哦，本来他们要盖这个公路一样。科威特的道路跟公路下游工人，我们刚才讲半年，你觉得很久对不对？来，欠薪欠5年，这个欠薪欠了5年，人都还不给他，然后呢，多次的跟他沟通，到新年的款项来哦，还是分文未得，而且现在他们本来都想说用这个化债资金，也就是专门呢去用这种，就是我已经承认当年的工程款项不够了，我用额外的资金去偿还，但是最后还是被克扣，就是这种海外员工的薪资，基本上你要拿到。非常的困难，他们欠钱不还就算了，他们还去偷东西，这偷东西，你不要以为说是民间哦，我跟你讲，这搞不好跟官方有关，这是智利哈曾经发生破获一起案件，他说这是一个跨国的这种我们讲诈骗集团、犯罪集团，总共呢5年之间哦偷了一大堆铜，那这些偷到的铜呢全部都卖到中国去，赵你猜猜看，他总共卖了多少钱的铜？让我看到我吓坏了，来298，你有什么万是不是？亿。298亿元的铜料，偷铜哦，偷到这么贵，偷到送到中国，偷到300亿，而且是今天才刚破的案子。对，然后我讲很多东西都已经过去了哦，他们今天查扣的只有220万美金呢，就7000万台币而已，所以代表说，连1亿都不到这连零头尾数都不到这只是冰山一角所以你当时警方呢撞门进去的时候呢，马上在现场就收获说，哇，很多的加工铜线啊，以及很多的电线。那我跟各位报告好不好？赵，你知道他怎么投的？你知道他怎么偷的吗？你绝对想不到，有够离奇的。看到电线杆撞下去，撞到，他们把无数的电线杆给撞断，直接拢了对，因为撞断之后，它的底下就可以开始拔了嘛。对，是不是到处去撞电线杆？在海关那边报假账，比如说他们最常报的就是所谓的废料形式，所以开始一箱一箱的货柜说这都是废弃物，都是废料啊，然后就这样呢把它送回去中国。我想最不要脸，你知道什么吗？你如果做这种非法走私的生意假报账就算了，他还跟人家要求退税。他还有那个脸哦，他还可以诈领这个退税款。对，他就跟你讲说，因为我这是废料，所以你这个出口价值型的这个营业税不符合我这个项目，所以你应该呢要给我去退税。来，他退税额数退多少呢？5500万美元，大概台币将近快要18亿。他光诈领这个退税也诈领18亿，绝对有国家力量在后面嘛。甚至是更惨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是不是讲过说巴西这边对不对？就比亚迪现在发现更惨。比我们想象中还惨。我们之前都讲过说柬埔寨有猪仔造河啊，我们现在终于知道猪仔的祖先是谁，原来就是中国政府。因为当你今天要去巴西的时候呢，第一个他要你中国的工人呢交护照、押护照在那边，这不是跟猪仔一样吗？这第二件事情，你所有的薪资呢都要汇到中国，而且呢你还要先缴一笔押金，900块美金。换言之，你今天要先给他900块美金。再给他护照，而且还怎么样？这笔押金6个月后才能够退还，这不就是我们看到所有诈骗 KK 园区吗？对，KK 园区 SOP 啊，就这是中国官方
他们这样去对待巴西当地的人，所以所有人被挤在那边呢，真的跟猪仔一样，然后吃一些馊水啊，然后呢薪资待遇啊也非常差。但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呢会引起全世界很大的反弹？刘老师，我们刚刚看到了，现在对习近平来说，我要把我的这个资料给守好，我要把钱给讨回来。还有第三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大家的忠诚都要给我拿出来。我们都知道解放军的高层已经被新血非常多个，结果没有想到他今天开了一个班，他说什么？这个班叫做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还是习近平中央军委主席来当他的开场嘉宾来致辞，而且是第一次开，3句话，3个最重要的重点在上面，要懂法纪，要明规矩，要知敬畏。什么叫知敬畏？我要宣誓效忠的。其实也没那么难哈，就是主要就是政治整训的概念哈。因为习近平现在不是军委会主席而已哦，他已经化身成为所谓的习老师、习教授了哈。那为什么呢？今天4月8号的时候被发现到哦，他去了这个国防大学，就是北京的国防大学哈，然后去开班授课，而且是第一期的。然后底下的所有军官大家做的这个非常谨慎哦，习教授来了，而且鼓掌。除了鼓掌之外，在这个低头还在抄笔记只要习近平讲什么话，他就赶快抄下来哦。但是这些都是属于形式上的主义，你知道吗？那为什么那么惨呢？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看到这几年以来这个习近平已经拔了多少上将、中将、少将，然后所有的高阶干部来讲的话，没有一个幸免的。而今天来讲，你看到这个坐在台上的习近平跟谁？跟另外一个军委会的副主席张生明，只有2个孤单老人坐在上面而已。那其他的军委会的成员全部不见了啊！现在发现的事情，国防大学是一个这个中国培训解放军高阶干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校，对不对？校长缺席，校长不见了。习教授来了，校长没有来。对啊，习近平亲自军委会主席到这个地方来授课，校长竟然不见了。结果听说校长也被抓起来了，真的假的？就是这位萧天亮。然后萧天亮已经在今年的这个2会期间呢就不见了，人就不见了。就他？对，就他。那他也是上将。但是很奇怪啊，你到国防大学，然后国防大学的校长也不忠诚嘛，然后也被抓起来，所以你开这个班有什么意义呢？你开这个班来讲的话，你本身来讲，说不定不是只有校长而已可能连副校长，可能底下的很多的这些所谓的什么都有问题吗？都有问题啊！而且包含以前习近平的这个大秘，你知道吗？以前他有一个中少军，他这个中将呢，也听说传说不见了，所以整个来讲的话很讽刺。很讽刺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他亲自到了这个地方来授课，但是呢，应该这个学校的真正的大家长，就是这个校长，应该就要在身边，然后呢，这个了解说我要怎么去教导这个未来的军事干部，不是吗？对。结果这个校长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就不见了，也被处理了。不见的情况之下，习近平只开班1堂课吧，他不可能每天都来开班吧？然后交给这个底下的这些官员去做的事情的时候，这些底下的学员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其实说真的，这些搞形式主义，就是说，习近平这堂课其实是白上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